Hello， 大家好，我是先锋君，今天带来《海贼王》原创剧情。离开魔力的地盘，恐怖三鬼帆船，苍蟒团难得有了一次休闲放松的机会。在这艘温泉岛号观光度假船上，总共有12个温水泳池。除了温泉泳池，这里还配备了多项娱乐设施，包括水上桌球、水上赌场、烤肉海鲜自助料理。如果够幸运的话，还能在船上看见糖果雨和被称为海上钻石的奇幻自然现象原彩虹。这里是世界政府认可的海上度假村，平均每年能够创下100亿贝利的纯利润。只要肯付钱，不管是海贼、革命家还是海军，都能在这里休闲畅玩，经历难忘的度假时光。草帽三傻、路飞、乔巴、乌索普跳进泳池疯狂大闹。在这里，他们结识了一个叫莉莉的小女孩。小女孩有一个姐姐娜娜，大概是看着眼缘不错，路飞居然主动分肉给莉莉，并招呼两姐妹一起吃饭。两个姐妹看上去好像饿了很久，一上桌就狼吞虎咽，饭量之大都快赶得上路飞了。莉莉是一个很活跃的小女孩，而姐姐娜娜一直很安静，手中攥着一个小本子。莉莉有一只可以变化成任何东西的海狸猫，山治一听就兴奋了，能变化出任何东西？真的吗？我不信，你变个美女我看看。海狸猫非常听话的变成了一个迷你版娜美。大家玩得正开心，一个十分坏气氛的笑声传了过来，所有人都严肃了。这声音就是那个二货果实能力者草莓一会儿遇到的最傻的敌人银狐福克西。福克西一出场就给了路飞一套王炸，利用一个用镜子制造的船舱发射360度无死角迟钝光线，在场的所有人全部中招。这个光线可以持续30秒。福克西趁着这个时间，从娜娜手中夺走了小本本，并启动机关将路飞等人丢进了海里。这时，正玩桑拿的弗兰奇和布鲁克走了出来。路飞在迟钝光线失效的一刻大喊一声：“弗兰奇，干掉他们！”弗兰奇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炮。路飞和罗宾各施技能，将伙伴们救上度假船。福克西万万没有想到，草帽团居然新增了成员。面对周围各位大佬杀气腾腾的目光和迎面而来的压迫感，福克西和两个二货手下赶忙钻进镜子船舱内。祸不单行，飞太猩猩用力过度，原地爆了船舱。路飞一个火箭炮送福克西三人下水去见龙王。爆炸和骚动轰动了度假村，游客们纷纷驱船逃跑。独自一人跑去冲瀑布浴的索隆意识到有异样，赶忙赶回了归队，暂时赶走了福克西三傻。娜美向莉莉问出了关键问题：为什么福克西会对他们手里的小本本感兴趣？姐姐娜娜对草帽团心存防备，但莉莉认为草帽团很值得信任，虽然也是海贼，不过一看就是靠谱的海贼。姐妹俩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完成，光靠他们心有余力不足。草帽团这么强大，应该能帮得上忙。莉莉将小本本递给娜美，娜美打开一看，惊呼牛逼！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手写的公式。莉莉说，小本本是他们的父亲留下来的，父亲是一个发明家，上面这些看起来很头疼的公式记录着宝石的制作方法。娜美很吃惊，这密密麻麻的公式你们看得懂？莉莉笑呵呵地说道，姐姐看得懂，但是我就不懂了。娜美翻了几页笔记，发现了一张附近海域的航海图，上面有一个热浪的标志，应该指的是温泉，旁边的 X 代表的是这个温泉小岛。姐妹俩认为这个温泉度假村里藏着宝石制作方法的提示，公式中记录的内容是宝石制作方法99%的内容，剩下最重要的1%应该就藏在这里，所以姐妹俩才偷渡到了这个度假船上。可是他们两个把度假船四处摸了个遍，类似的场所里什么线索都没有。娜美认为，既然福克西这伙人能追到这里，说明这个笔记本记录的内容可信度还是很高的。这时莉莉突然沉着脸说，也可能是假的。娜美三人一愣，莉莉越说越激动，一定是假的，宝石怎么可能制作得出来？爸爸就是一个撒谎的大笨蛋，我最讨厌爸爸了。事情要从3年前说起，莉莉和姐姐娜娜、父亲三人生活在一起，家徒四壁，生活艰苦。父亲是一个有点疯疯癫癫的发明家，虽然经常被村里的小孩嘲弄，但父亲一直以非常乐观的态度生活着。他深爱着这个村庄，因为这个村庄是莉莉的母亲出生的地方。父女三人的日子过得清贫平淡。有一天，父亲突然提出要着手搞一项制作宝石的研究。为了钻研宝石制作，父亲依然背起行囊，带着海狸猫离开村子，踏上旅程，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莉莉和娜娜成了留守儿童，相依为命的度日，日子过得更加艰苦。这3年来，父亲了无音信，姐妹俩以为父亲已经死了。直到1个月以前，海狸猫带着父亲的笔记本回来了，笔记本里夹着一封信，内容很简单，上面写着：女儿们啊，你们要继续完成我的研究。这样的父亲实在是让人很难不去埋怨，抛弃自己的女儿跑去做研究，做了3年，连他自己的性命都不保了，最后还要拖女儿下水。一想到这些，莉莉就对父亲又恨又气，大骂父亲是个骗子，是个笨蛋，自己绝对不会相信他。
乌索普一针见血地说了这么多，你自己不也来寻宝来了？莉莉怒气冲冲地说：“是姐姐坚持要来，我只不过是做她的保镖罢了。”这件事听上去很无厘头，却激起了路飞的强烈兴趣，自己却是想看看那个宝石长什么样。一直没有说话的姐姐娜娜这时开了口，她坚信父亲没有骗他们，宝石的制作方法一定有的，自己一直相信父亲。突然，娜娜脚下的机关打开，娜娜尖叫着掉进黑洞洞的深坑里。观光船上传来经理人的声音，经理人以娜娜为人质，要求草帽团解开笔记本上的谜题，找到宝石。莉莉绝望痛哭，恳求路飞帮忙。路飞爽快地答应下来，因为自己非常想见识见识宝石。可是要如何找到宝石救出娜娜呢？路飞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下，笑着说：“毁了这艘船吧，船毁了就能找回娜娜了。关于宝石的提示也更容易找到。”索隆找了回来，一听要动手，马上兴奋了：“动手吧，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大家纷纷表态，反正这艘船弄沉了也没关系，干就完了。毕竟这是船长的命令。路飞交代弗兰奇守护好桑尼号，接着一声令下：“兄弟们，给我砸了这艘船！”众人纷纷动手，各自使出技能，在度假船上一通乱打乱砸。经理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启动了法国巨炮，巨大的炮口瞄准了被当成人质的娜娜。经理人亮声大骂：“你们知道为了造这个温泉小岛花了多少钱吗？贫穷限制你们的想象！”经理人将巨炮升起，瞄准远处的海面，拉动发射开关，一炮轰过去，海面顿时掀起巨浪。接下来巨炮对准了娜娜，经理人气急败坏，本来还指望你们解开那本笔记本的秘密，不过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把笔记本就交给我，这个家伙就还给你们。莉莉大喊：“放了我姐姐，笔记本给你！”娜娜吼道：“不行，不能给她！莉莉，你要解开笔记本的秘密，完成爸爸的研究，要相信爸爸，不能将笔记本交给这种人。”莉莉大声反驳：“爸爸只是一个自私的研究者，从来不考虑我们的感受，从不关心我们，我不想理他。”场面一度非常尴尬，可怜的经理人被完全无视了。姐妹俩的争吵变成暖心的回忆。结果如大家想的一样，他们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他一直在期待研究出宝石后弥补对女儿们欠缺的陪伴，而他之所以离开，也是为了引开那些来争夺宝石的人，保护姐妹俩。莉莉从笔记本中找到一张书签，里面是小时候自己找到的五叶草。五叶草可是比四叶草还要稀有的植物，就像父亲说的，只要坚信能够找到，所坚信的内容一定会实现的。这一刻，莉莉终于肯放下偏见，相信父亲，大喊一声：“经理人都要疯了，刚刚还说要给我，小孩子怎么可以撒谎？”路飞插嘴道：“不说了，开工开工！”罗宾擒住经理人，乌索普连射几颗辣椒弹，这魔鬼胶确实够劲儿。经理人大呼过瘾。索隆表示：“哦，是巨炮，这么厉害的东西，那就砍了吧。”索隆几刀上去，将巨炮削成了烟斗。经理人狗急跳墙，释放了度假船上所有的蒸汽，用小烟斗狂轰路飞。路飞跳起来，一个巨人战斧砸烂了经理人的烟斗炮和整艘度假船。度假船沉没后，海面上映出一个巨大的 X 标志。原来莉莉父亲在笔记上标注的 X 居然是水下的海底火山。高热的火山喷发出大量蒸汽，蒸汽冒出海面，在空中形成一个圆形彩虹，那就是传说中的奇观圆彩虹。众人为眼前这壮丽景观惊叹不已。乌索普灵光一现，等一下，传说中那个宝石该不会指的是这个圆彩虹吧？此话一出，大家恍然大悟，因为圆彩虹被人称为海上钻石，这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别急，还有后续。娜美发现圆彩虹的颜色排序和正常的彩虹是相反的，娜娜记在心上，结合父亲记录在笔记上的公式进行一番试验，做出了7种颜色的药剂，然后按照圆彩虹的色彩排列好顺序，最后居然真的炼成了一颗五彩斑斓的宝石。他们将宝石送给了草帽团作为答谢，惨的是宝石还没悟透就丢了。值得一提的是，莉莉和娜娜的父亲也回了家，父女3人应该可以在一起过上莉莉想要的生活了。